你要说什么？不是，IDA YCA。好，我们继续讲这个伊朗奥林匹克第2轮的题目。我们从问题1这个简单的几何题说起。这个题说呢，你做一个等腰梯形 ABCD， 然后呢 AC 与 BD 交于 P， 然后呢三角形 ABP 的外接圆交 BC 于 X， 不等于 B， 就是 ABP 有个外接圆，我们就别把这个外接圆画出来了，反正就是这个 ABPX 共圆，然后 AB 平行于 CD， 且 AD 等于 BC， 这是说的几个条件。然后他说 Y 在 AX 上，然后是 DY 平行于 BC。然后让你证明角 YDA 是等于2倍的角 YCA。好，这个题吧，其实你稍微简单的导一下角就可以了。然后有几条辅助线是你显然要做的，因为他说的这个角 YCA 和角 YDA， 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圆周角和圆心角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你稍微划一下，你把 YP 划出来，实际上应该可以看出来，这里面实际上是因为 PY，就是这个角 YDA 实际上是等于这个角 YPA 的，然后 YPA 是角 YCA 的1倍，这是一个很容易知道怎么证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让你去证 PY 和 PC 是相等的，也就是要证 PY 和 PD 是相等的。就是你要猜测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需要证角 YDA 是等于角 YPA。一旦证出了这个相等，那你立刻看出来结论要成立，就相当于 PA 等于 PC，PC 是等于 PD 的。这个简单的导一下角，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由于平行，我们把这个角标记出来，这是角1，这是角2，然后这是角3。我们有角1等于180度减角2，这是由于平行。然后由于上面的4点共圆，所以180度减角2就等于角3。所以这告诉我们 APDY 共圆。APDY 共圆之后呢，我们立刻就有角 YDA 是等于角 YPA 的。所以我们只需要证明下一半，就是这个 PY 是等于 PC 的。这是个简单的导角问题嘛。
我们注意到角4是等于角5的，这是由于4点共圆；角5是等于角6的，这是等腰梯形的性质。然后角6是等于角7的，这是共圆的性质；角7又是等于角8的，这还是共圆的性质。所以呢，这说明 Py 是等于 PD 的。然后又等于 PC， 哎，我上面怎么写成了 PA？ 所以这说明角 YCA 是角 YPA 的一半。好，这是第一题，这个比较简单的几何题，就简单的稍微倒一下角就可以了。第二题也不难。第二题呢，他说你 n 是个正基数 ，x1 到 xn 不同，然后让你证明你可以把所有的 xi 减 xj 的绝对值，然后分成2个集合，这2个集合的元素和是相等的。实际上你注意到这里面的绝对值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第一步工作我们肯定是要做的，原题等价于把一切 xi 减 xj i 小于 j 分成和相等的2部分。这2个显然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负的家伙我们就看作是负的绝对值，正的家伙我们就看作正的绝对值就完了，对吧？然后你无非就是如果是这边分到了一个负的绝对值，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绝对值踹到另一边去就可以了。这个你肯定不能带着绝对值去讨论这玩意儿，那就没完没了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分。这个东西怎么分呢？我们讲2种处理手法，实际上都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手法就是我比较难找到高度对称的，然后你把所有的 xi 减到 x 减 xj 分成2半之后，左右两边和相等的办法，所以我使用归纳的手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归纳的时候我要处理的这样的 xi 减 xj 就非常的少。然后这里面呢，由于原题说了 n 是个正基数，所以我们应该对加2进行归纳。所以呢，法一是我们用归纳来勾导。然后这样呢，每次需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然后 n 等于3的时候 ，x1 减 x2 和 x2 减 x3 显然是等于 x1 减 x3 的，这就已经搞定了。然后设 n 等于 t 的时候是对的。我们最好写个 2t 减1吧，因为不然写基数还挺有点麻烦的。
n 等于 2t 加1时，那么你新增的 xi 减 xj 实际上是比较少的。新增的 xi 减 xj 仅有 x1 减 x2t、x2 减 x2t， 然后一直到 x2t 减1减 x2t， 就是跟新来的 x2t 有关的，跟新来的 x2t 加1有关的 x1 减 x2t 加1，然后一直到 x2t 减1减 x2t 加1，即 x2t 减 x2t 加1。然后你的任务就只要把这些新来的家伙分成左右和相等的两部分就可以了。这个分法是比较显然的，你简单的观察一下，只有上面的家伙提供减 x2t， 下面的家伙提供减 x2t 加1，这是独立的一项，不太起作用。然后对于上面的这些家伙，我们要把这些减 x2t 几乎抵消掉，所以上面的这些家伙我们要让它一半取正一半取负，下面这些家伙我们也要让它一半取正一半取负。另外x1只在这两个式子中出现，所以这儿如果取正，这儿就得取负，这儿取负，这儿就得取正。那你基本上构造还是很清楚的嘛，你最好就是根据它们的奇偶性来稍微分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分成 x1 减 x2t、 x3 减 x2t， 然后一直到 x2t 减1减 x2t， 然后这是把这些分到第一组去，然后 x2 减 x2t 加1，然后一直到 x2t 减2减 x2t 加1，这些分到上面一组，然后 x2 减 x2t、x4 减 x2t， 然后一直到 x2m 减2减 x2t 和 x1 减 x2t 加1、x3 减 x2t 加1，然后一直到 x2t 减1减 x2t 加1。好，这样分完了之后，你简单算一下就知道，这个 x2t 减 x2t 加1应该分到上面去。所以分成这两组就可以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构造的手法，然后主要就是利用归纳的手段简化了你分析的过程，因为你只需要处理新来的这些项。这是第一个办法啊，第二个办法就简单的不要脸了。你如果用第一个办法做出来了，或者说你本身观察力就比较强，你可以简单的构造一下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出来，我们有西格玛 xi 减 xj i 小于 j 乘上负1的 i 加 j 次方等于0。你基本上猜得出来这个式子应该是怎么构造的。xi 减 xj 前面到底要加正号还是加负号，肯定是取决于 i 和 j 的奇偶性嘛，所以塞一个负1的 i 加 j 次方上去。然后你可以简单的检查这个式子确实是对的，对吧？就是对于任何一项 xi， 它出现在正的 xi 减 xj 和出现在负的 x 若干减 xi， 这些项再乘上这些负1的若干次方加到一起正好等于0，所以这个和 s 是等于0的，这就把这个题说清楚了。这是第二题。
伊朗这次考试比较奇怪的就是它的第3题也不难。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第3题啊。他提到说 a 的 r1 次方加 k 乘上 a 的 r2 次方加 k 一直乘到 a 的 rn 次方加 k 是等于 a 的 s1 次方加 k 一直乘到 a 的 sn 次方加 k 这样的一个式子。好，这个题怎么做还是很容易想明白的。他说 a 大于 k 这边是等于他说 a 大于 k， 而且前面用的都是什么 a 的 r1 次方 a 的 r2 次方 a 的 rn 次方。然后这个式子你怎么去理解它呢？那就是 a 就是我们平时用来多项式里面算的 x， k 呢常数项，就是 a 比 k 高到不知哪里去了。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展开，是一个关于 a 的一个多项式。然后展开关于 a 的多项式的时候呢，之后这两个多项式相等，应该意味着它们对应的所有的系数都相等。然后你要说明这样的，你可以把它看成两个关于 a 的多项式，只要它们相等，则它们的系数必然相等的。那么你要么动用整除的手段，就是要么动用整除的手段，要么动用比大小的手段来说明这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左等于右，就推出来左多项式等于右多项式，大概去这么理解。然后呢，用同余或者是大小。这个我们应该做什么十进制的唯一性之类的时候都处理过这种问题。一般用大小比较简单，不过这个题用同余也很简单。我们简单的来把它拆分，按照刚才的这种理解来把它拆分。那么左右两边的常数项 k 的 n 次方就互相抵消了。然后呢，把它的按含 a 的量从大往小排列，然后比较弱的项在哪儿呢？原题的条件告诉我们 a 的 r1 加到 rn 次方，然后一直加到最弱的项是什么呢？最弱的项是只有一个 a 的若干次方，然后再乘以 k 的 n 减1次方，然后是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r 的 n 次方。在这些项里面最弱的一个东西叫做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 r1 次方，这是最弱的一项。好，然后右边呢，右边跟它长得差不多，它是 a 的 s1 加到 sn 次方，然后也是一直加下去。最弱的项是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sn 次方，最弱的项是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 s1 次方。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这两个家伙是一样的。排在他们前面比他们厉害一点点的项叫做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 r2 次方，这一项叫做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 s2 次方。好，我们任务要说明划线部分这两个家伙是一样的。这个简单，我们用整除的观点来看，由于 a 大于 k， 所以 b 存在p 为质数， p 在 a 中的含量比在 k 中要多。这当然找得到了，我比你大，那么我含的质因子总的来说肯定有一种质因子含的比你是要多一点的，不然我怎么比你大呢？好，然后呢
这种质数在 A 中的含量比在 K 中的大，那么这些项就跟我们看成多项式一样，这些项里面含 A 的次幂比较弱的项，它的含 P 量就严格的比较少。因为你这是 A 的 R1 次方，它肯定比 A 的 R2 次方的含 P 量要少。然后再往上，如果你是一个 K 的 n 减2次方倍的 A 的若干再乘一个 A 的若干，它就肯定比你这个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若干次方的含 P 量要多。所以它确实跟一个多项式一样展开，然后前面这些家伙的含 P 量都比这最后最弱的这一项要大。下面这个式子也是一样的，所以左右的 P 含量肯定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左右的含 P 量就是最后一项的含 P 量。所以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 R1 次方的含 P 量是等于 K 的 n 减1次方倍的 A 的 S1 次方的含 P 量。然后你注意到 A 里面是确实含 P 的呀，所以这说明 R1 和 S1 必须相等。R1 和 S1 相等，这两个多项式就被拿掉了一项，然后你再去说明 R2 和 S2 相等。就做完了。这是用整除的手法来说，因为这个要新颖一些，所以我们重点说明一下。然后这个题当然也有比较也有比大小的做法，就是还是利用星号式，但是这次呢，我去说明 R1 等于 S1 的理由呢，我就变成了去说明，因为它们的大小要相等，所以 R1 和 S1 是必须相等的。具体就跟我们去说明一个东西的十进制表示是唯一的一样，就是我去说明，如果这儿高次项，它们两个 R1 加到 Rn 和这个 S1 加到 Sn， 如果差了1、2，后面的这些家伙是根本补不齐这个差距的。就是如果我这儿差了1，后面我每一项都比你上面的每一项多，仍然补不齐这两个 A 的高次方之间的大小差距。实际算了之后，你会发现 A 等于2的时候是这个大小的做法是不成立的，需要单独讨论。但是 A 等于2是非常好做的，因为 A 等于2的时候 K 必须等于1，这个题是很容易讨论的。就是 A 等于2 K 等于1单独讨论。然后其他的情况呢，去比较星号式左右两边的大小就可以了。就是你从高次项开始往下说，你说明这两个高次项如果不是完全一样大，则这两个式子不可能大小相等。就是若 A 的 R1 加到 Rn 不等于 A 的 S1 加到 Sn， 那么它们的差呢就比剩下的这些家伙要大得多。然后去逐项的说明，那么所有的项上面写的系数都是完全相等的。这是大小的做法，算是传统做法吧。这是第3题。好，然后我们说问题4。
说问题4之前，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关于函数方程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其实你们应该知道，国内是不怎么考函数方程的。我只是忠于原文，把伊朗的所有东西都翻译了，我不可能挖空其中的一道题。但是国内确实函数方程考的是非常少的。国内其实就是中国的学生掌握的点很明显跟考 IMO 的需求实际上是有一点偏离的。这里面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是几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函数方程确实比较差。其实我们组合也不太达到那个 IMO 的需求。现在因为 IMO 每年的选题实际上对中国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怀疑他们将来有一年又会把函数方程捡回来好好培训。在我学竞赛的那个年代，函数方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IMO 非常喜欢考函数方程。现在 IMO 选题基本上中国队是说了不怎么算的，主要是美国队的，主要是罗宝森的外交能力太强了。罗宝森是美国队的领队，他就非常善于蛊惑小国去选他想选的一些题目，所以那张卷子经常对美国队比较有利。我觉得这么险恶的形势下，将来中国队肯定是要全方位训练的，因为题主要是别人选的。这个函数方程不算很难啊，就是我们简单的赋一些特值就可以来处理。首先这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出来，如果让 y 等于0，它的这个式子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有 y 等于0，推出来 f(x) 乘上 f(x) 平方就等于 f(x) 立方，等于 x 立方。这个很明显的，你取一个 x 等于1好了。那么 f1 的平方等于1，那么 f1 很显然等于正负1，我们设 f1 等于 k 等于正负1。好，你拿到了 f1 的值，你再看看这个原式，那么很明显你会希望 x 减 y 或者是 x 方减 xy 加 y 方等于1。这样的话呢，另一个部分的函数值就很容易取出来了。我们自然的就希望这一点，取 x 加 y 等于1，或者是 x 方加 xy，减 xy 加 y 方等于1。那么第一种情况，我们取 x 加 y 等于1，此时 x 方减 xy 加 y 方，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整理，它是1减去 3xy。然后我们知道 xy 是一个不超过1/4，然后只要小于等于1/4，就全体值都可以取的这样的一个数。所以这个家伙呢是取变1/4到正无穷。对吧？就是在 xy 取任何和为1的实数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有 f(x) 方减 xy 加 y 方乘上 f(x) 加 y 是等于 x 立方加 y 立方，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 x 加 y 乘 x 方减 xy 加 y 方，这个是1，这是 f1，所以呢一整理我们就有f(x) 等于 k 倍的 x， 对于任意 x 取变1/4到正无穷。因为你在1/4到正无穷上，我都可以找到合理的 xy， 用 x 方减 xy 加 y 方来代替你，然后 x 加 y 是等于1的。这种情况下，你带进这个式子一算就知道它必须等于 kx。所以在1/4到正无穷上，它都是 f(x) 都是等于 kx 的，这里 k 等于正负1之1。好，
你现在已经有了1/4到正无穷处的取值，那你基本上把它延妥到整个 R 是毫无困难的。第二部分，我们已经处理了 x 加 y， 我们把它取成1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取 x 方减 xy 加 y 方，取成合理的我们要的值。然后呢，我们已经解决了1/4到正无穷，而非只有1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只需要让 x 方减 xy 加 y 方落在1/4到正无穷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强的限制。如果我们取 x 方减 xy 加 y 方等于 t， 那么这意味着 4x 方减 4xy 加 4y 方等于 4t。所以这意味着，这是等价的。所以把这个式子展开，那么意味着3倍的 x 减 y 方加上 x 加 y 方是等于 4t 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规定它必须等于这个式子等于 t 的话，则 x 加 y 方就取遍一切是小于等于根号 4t 的值。于是 x 加 y 取遍一切负根号 4t 到正根号 4t 之间的值。对吧？它确实可以取到这些地方的值，因为它只要保证它的平方小于 4t， 则你可以算出来一个合理的 x 减 y 也是个实数，那么把它跟 x 加 y 一比较，就可以反推出 x 和 y。所以当 x 方减 xy 加 y 方取 t 的时候，它可以取遍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值。那么如果你的 t 可以取1/4到正无穷，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x 加 y 就可以取遍全体实数。于是当 x 方减 xy 加 y 方取遍1/4到正无穷时， x 加 y 取遍 R。 好，那你把它丢进去就完了。代入 f(x) 加 y 乘以 f(x) 方减 xy 加 y 方等于 x 加 y 乘 x 方减 xy 加 y 方之对于任意 x 属于 R， f(x) 等于 kx。所以在全体实数上它都是 kx。然后简单的做一下验证。无论 k 是正负1，它都是合体的。好，这是问题4，不算很难的一个函数方程。它就是取几个特值，然后你注意到我们只是要把它覆盖到全值域就可以了。一个不算难的函数方程。
其实后面伊朗有很多确实很难做的函数方程，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做。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问题5。他说有5个开关，然后呢与若干灯相连，然后每个开关起到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最初所有的灯都关着，然后让你证明可以动3个开关，使最终至少有2个灯亮着。这里面需要稍微注意一点啊，就是你是你要确实动3个开关。如果你能只动1个或2个开关，这个题是太容易了。好，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做呢？第一步，若不然，因为你要去正面做的话，你就跟标答干的事情一样了，你就跑去讨论这5个开关跟灯之间连接的那个图论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这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这么个东西嘛，对不对？这个很复杂。常见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类组合问题，它动3个开关是有动其中3个开关是有非常多的手法的。你应该把所有的手法能亮的灯的总数做一个计数，然后计完这个总数之后来说明其中至少有一次有2个灯来亮。这样的好处就是你考虑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高度对称的，你就不再需要去讨论这个图的具体形状了。这是常见的一个手段，就是我做一个总计数来说明问题。然后在这说这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常识。首先，有效的灯显然至少有3个。所谓有效的灯，就是确实跟开关相连的灯。因为有效的灯如果只有2个，那你造不出5个不同的开关嘛，这个是比较显然的。显然，与至少一开关相连之灯有大于等于3个，只考虑这些灯。老外出题就喜欢给我们制造这些叙述上的麻烦，你还得先把那种根本没用的灯先踹出去。好，然后呢，我们看5个开关，我们要动其中3个，那我们有 C53 等于10种方案。我们有 C53 等于10种动开关的方案，全部使用一次。然后我们来考察一个具体的灯，这个灯 A， 我们假设它与 X 个开关相连，X 大于等于1，则 A 亮了多少次呢？ A 亮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使用了连接它的开关中的1个，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使用了连接它开关中的3个，所以呢，它亮了至少 CX1 乘上 C5 减 X2， 这是从跟它相连的开关中挑1个，从剩下的开关中挑2个，加上 CX3 从跟它相连的开关中挑3个，从剩下的中挑0个，那就不用写了。很明显，无论 x 等于1到5中的哪个数，这个玩意儿都大于等于4。这个蛮容易验证的。所以一切灯亮至少12次。那么很显然有一种方案可以使得至少2盏灯亮嘛。
这个题最糟糕的做法就是去讨论这个图长什么形状，没完没了。虽然只有5个开关，也烦死了。好，这是问题5啊。问题6是传统的几何题，真是传统的几何题。这次我们还是调用一下画图工具，这个图要不规范，实在是没法看了。这明显不平行啊。也不怎么样。看起来好一点，就用这个吧。这是 D， 这是 D、E、F、C、A、P、B、Q。然后 P 点有个对称点叫 R， 然后这边 BC 和 AF 形成我们的焦点 Y， 然后 BE 和这边形成我们的焦点 X。好，然后呢，形成这些焦点之后，它要我们干什么来着？它要我们证明 P 在 XY 上和 PR 平分这个角。第二部分，让我们证明 PR 平分角 XPY。这不是一个很难的几何题啊，这个题作为压轴其实难度不是特别高。然后它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做法非常多。传统的做法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大量的共圆加平行，所以你自然想到，这在这个图中我们倒角是非常有优势的，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的倒角来分析这个图。因为它有大量的共圆加平行，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优势的。然后你这个 R 点由于是个对称点，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性质，所以我们要证明 R 在 XY 上呢，那么肯定是通过导比例来说明这一点。即平分，然后角平分也是同样的，用比例来证，因为这本质上都是个比例问题。好，那我们简单的用蓝笔来画一下。我们注意到这里有大量的4点共圆，然后呢，你把 CP 连起来，然后你再把这个 PF 连起来。那么很明显，这个角1是等于这个角2的，对吧？这是2个圆周角。
然后这个角3呢是等于这个角4的啊，对吧？所以呢，这个小三角形和这边的这个翻转过来的这个大三角形是相似的。所以三角形 PFC 是相似于三角形 XAB。哎，我们多写一句，它也相似于三角形 XD。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简单的导比例。因为 R 点是对称点，然后我们根本就不容易确定它的位置，但是 P 这边相关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比例都算出来。我们要确定 R 在 XY 上，我们希望知道 RC 和 XB 之间的比例，然后还要知道 YC 和 YB 之间的比例，然后还需要这个显而易见的 RC 与 XB 平行。这个平行是显然的，因为你这两条线是平行的，这个角1和角2相等，你把它翻转过去，我们显然有 RC 和 XB 平行。所以我们应该去计算这个 PC 和 XB 之间的比例，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相似比例。我们有 PC 比上 XB， 也就等于 CF 比上 BA， 这是相似比例。所以这告诉我们 RC 比上 XB 就等于 YC 比上 YB。这你简单的导一下比例就可以出来，对吧？ FC 比上 AB 当然就是 YC 比上 YB 了。又由于角1等于角2 CD 平行于 AB， 所以呢这个 RC 是平行于 AB 的。 RC 平行于 AB， 并且 RC 比 XB 是等于 YC 比 YB 的，那么很明显 R 在 XY 上。第一部分就解决了，就是简单的一个导比例就可以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要说明什么呢？我们要去证明 PX 和 PY 之间的比是等于 RX 和 RY 之间的比。RX 和 RY 之间的比呢，是我们第一部分已经导出来了，因为这是个标准的平行，所以 RX 和 RY 之间的比可以轻易的转化成 BC 和 CY 之间的比，这样的类似的这一堆比就可以了。然后主要麻烦的是这个 PX 和 PY 之间的比。PX 和 PY 之间的比呢，实际上你把刚才那个相似理解了，就其实也很容易导。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画圆圈的三角形是相似的，对吧？然后我们把 PE、PD 连起来，所以这个画正方形的三角形和这个画正方形的三角形也是相似的。所以我们要的 PY 和 PX 实际上是这两组图形的对角线，这不就完了吗？我们注意到三角形 PDE 是相似于三角形 YFC， 三角形 PCF 是相似于三角形 XED 的。所以四边形 XDPE 是相似于四边形 PFYC 的。具体来说，就是这边的这个 XDPE 这个四边形和这边的这个形状有点歪曲的这个 PFCY 这个四边形是相似的。所以这两个四边形的对角线 PXPY 也遵循相似比。它就等于 DE 比上 CF。DE 比 CF 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要把它转化成这边的比例，所以它等于 AB 乘上 XA 分之 XD。
然后这边是它等于 AB 乘上是 CF， 所以是 YB 分之 YC， 然后把这个约掉，所以它是 XR 比上 XY 和 YR 比上 XY， 它是两边同样的一个比例嘛。我们为了保持图形对称，所以一个用左边的，一个用右边的，这样好算一些。所以它就等于 XR 比上 YR， 所以这个是角平分线，解了。顺带说一句，国内考试你是不能说四边形与四边形相似的，所以我这儿写了一行的这个东西，实际写过程的时候要写很多很多行。请变成三角形相似，慢慢写吧。原理非常简单，实际写的时候肯定是要吐血的。我们先休息20分钟，继续讲其他的做法。
好，我们继续说问题。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种办法。我们还是得把图重新画一遍。这个糟了。好，我看看啊，这是 P A B D E F C R， 然后这是 X， 这是 Y。待会儿再画我们需要的其他线。好，我们来处理第一问啊。第一问呢，它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出来，这个 DAPF 和这个 EPBC 这是两个等腰梯形。这是很显然的两个等腰梯形，对吧？那么 DE 加 CF 呢，很显然在这边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 DE 加 CF 就等于我们下面的 AB。于是这里跳了一些步骤，但是这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对吧？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来算一下比例，我们把 R 点的位置给它确定掉。于是 XE 比上 XB， 也就是 DE 占 AB 的比，和 YC 比上 YB， 也就是这个 CF 占 AB 的比，也就把它们换出来，就是 DE 占 AB 的比和 CF 占 AB 的比，也就是这个比值就等于1。所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大基底 XBY 这个大三角形来看 ，E 和 C 所分出来的两个比例的和是1，这是个经典图形。画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画的跟这个图尽量平行。就大概是这样的 ，E 和 C 在这两边分出来的两个比例的和是1。然后同时我们显然的可以看到 RC 是平行于 CP 的，平行于 XB 的。另外，我们有 RC 是平行于 RC 是平行于 XB 的，这是对称的必然结论。然后同时你注意到 RE 也是 PE 翻转过去的，所以它是平行于，这是个等腰梯形，所以它是平行于 BC 的，也是平行于 BY 的。就是说 REBC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这是个平行四边形，这是个平行四边形，而且我们有了 E 和 C 分两边的比例，你稍作计算可以计算出来 R 确实在 XY 上。
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这个第一部分也谈不上有多有创意，只是它导的比例更简洁一些，就是相当于我看出来这是个平行四边形之后，我就直接导这个固定边的比例就行，相似都不导。第二个部分糟了，这张图根本看不出来这一点。好，然后我们说一下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是怎么，首先这个做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你注意到 RP 是垂直于 CD 的，对吧？这是对称过去的一个点吧，也就垂直于 AB， 这是个垂直。然后你要正的东西连起来，就是你要证明 PR 是这个角 XPY 的角平分线。这儿有一个垂直，同时又要证明这是个角平分线，所以实际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儿形成一个焦点的话，这4个点是一个调和点列。所以我们把这个远远的焦点给它假设出来，我们假设这儿有个焦点 M， 设 XY 交 AB 于 M。 注意到我们有 RP 垂直于 AB， 所以要证的结论就等价于要你证 MXRY 是调和的，实际上就等价于要证明这4点调和，对吧？然后呢，我们把 RB 连起来，跟这儿形成一个焦点 T。啊，这是为了待会儿好说。我们设 RB 交 EC 于 T。上面这个调和是不太好说的，因为这4个点的位置太恶心了，所以上述结论实际上从 B 点来看，就是让你证明 BM、BX、BR、BY 是个调和线数。好，然后我们把它投到另一条线上，我们可以投到 CD 这条线上来看。投到 CD 这条线上来看，这个调和线数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对吧？它就等价于 BM 与 CD 的焦点是无穷原点，然后其他的3个焦点就是 ETC， 所以就等价于无穷原点 E 点 T 点 C 点调和。这个显然是对的呀，因为 T 显然是 EC 的终点。做完了，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个垂直，然后让你证这个角平分线，那么自然的我们就调和一下就行了。好，然后我想说一下法3啊。其实这个题我觉得真正最实用的做法是这样的：你画好了这个 ABCD 之后，你注意到这个圆实际上是可以不要的。这个图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做一些简化，我们还是翻个面来做这个简化，地方不够了。
我们做了 A、B、C、D 之后，实际上两个圆告诉我们的结论就是，你这儿有一个固定的 P 点，那么你这个 ADPF 是个等腰梯形，你这个 PBCE 是等腰梯形。然后你用这两个等腰梯形当然都是有外接圆的，你把外接圆反画出来，当然也是符合原题的。圆实际上已经可以拿掉了，因为在这之后再也没有用过这两个圆，对吧？圆可以去掉。圆在后面是没有任何用的，而且这里面也包含了原题的所有条件。对这两个等腰梯形，你可以分别做它们的外接圆，那么当然也是符合原题那个图的。然后再下面所有点都是用这两个等腰梯形做出来的，所以很明显嘛，以 P 为原点 ，PB 为 x 轴，然后你解析就可以了。这个计算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你根本这个图里面是没有圆的，然后你这里面 P 点、A 点、B 点坐标确定之后 ，C、D、E、F 的坐标实际上也是很容易确定的。然后它无非就是一切线交点和一切线交点以及 P 的对称，实际上在直角坐标系中都非常非常容易表述出来，然后稍微算一下就完了。这个解析的做法其实比前面两个做法快得多。主要你要观察到的一点就是这两个圆实际上什么用都没有，你把等腰梯形看出来之后，这两个圆就可以扔了，对不对？它就是两等腰梯形，然后形成了一大堆线的交点，然后这些线的交点遵循什么性质？跟圆没有关系嘛，这个圆根本用不上。然后我们讲一下组合的第3轮的组合部分。伊朗的这种赛制我也不是很熟，所以我并不明白它这个第2轮和第3轮是什么关系。中东我是经常跑以色列和沙特，伊朗到底是什么搞法我不太知道。然后从他们的训练题来看，他们的队员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问题1是个看起来很难，实际上非常弱的一个题。我们简单的划一下啊。你画好图案之后，学生从右上角的 B 出发，然后老师从左下角的 A 出发。基于对称性，你可以假设学生第一步选择了往下走。学生第一步往下走之后，老师的目的就非常清楚了。他说了，你必须回到与出发点相邻的一格，所以老师的目的就是直扑 C 点而去。只要老师成功到达 C 点，学生0分。老师直奔 C 点而去就完事了啊。然后老师怎么样比较有效的奔 C 点而去呢？很显然，最好的办法是贴着边走，就这么过去。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路线。然后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是必须拦截的，只要到了 C 点就是0分了，所以学生是必须拦截老师的。
然后很明显，学生是没有任何办法在这一段上拦截老师的，所以学生只能在这一段上拦截老师。就是前面那一段，你可以很简单的分析出，他是没有办法拦到把这个老师的路径给阻断的，所以他必须在后面这一段上阻断某一点，让老师进不来。所以他的路线一定是这样的，走到这儿某个点，然后这个地方它一定沿着一个长方形的边界前进，这个是很容易证的，就是它这么走过来，他们必须沿着长方形的边界而走，而不能什么凸凸凹凹的走一条奇怪折线，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证明的一件事。然后你要做的事无非就是计算这个 xy 取多少的时候围出来的面积是最大的。这个小学题，不说了。剩下的就是小学的问题了。这个题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难，就是它但是它强行规定了你必须回到最初旁边那一格，那就非常简单了。如果是它允许你随便画曲线的话呢，我也大概推演了一下，应该这种情况下呢，学生应该是走一条这样的折线，直奔老师而去是比较有效的方案。然后最后他接近老师之后，他就画一个圈，把老师堵在这个区域内，然后他在外面随便围一个大图形回去就行了。这个题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你观察出它旁边这个 C 点就非常简单了。好，然后就是第二轮第二题的加强版。我们为了叙述的简单，我们先把8的情况改成任意有数的情况，这样叙述比较简单。我们对 2n 个点来证明原题。当然这是做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这样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先写上吧。我们设这些点，坐标为 x1 y1 到 xn 2n y2n。然后呢，我们先把它标准化，因为这个面积你要涉及到面积的计算。我们呢，我们 xi、yi、xj、yj、xk、yk 这3个点围成的面积，这个我们知道它是矩阵，是一半的 1x1 y1 1x2 1xi yi 2xj yj 1xk yk 这个矩阵的一半的绝对值，它算出来等于一半的 x1 y2 减xi yj， 真讨厌 xi yj 减去 xj yi 加上 xj yk 减去 xk yj 加上 xk yi 减去 xi yk 这3个和的绝对值，然后加起来一半。哎呀，先得把这些非人话给写了。然后很明显，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大堆绝对值合理的分成2组。
然后让它们的总和相等。然后呢，绝对值号显然可以扔了，对不对？因为它前面都可以任意加正负了。即 p i 借 k 等于 xi y 借减去 x 借 yi 加上 x 借 yk 减去 xk y 借加上 xk yi 减去 xi yk。算了，这里为了方便把下面要用的另一个符号也给写上吧。我们用 i 借代表 xi y 借减去 x 借 yi。不然这个题得写死啊。这个就是 i 借加 jk 加 ki， 就这么个东西。那么任务就是要把 p i j k 这些东西用合理的正负号连接到一起，总和为0。原题要求记选取适当的正负号，让西格玛正负 p i j k 等于0。我们毕竟不是在写标答，所以我就不写那些严谨的东西了。要严谨的写，前面要加个算子，然后你这个算子说明是任意取的。反正就是你要给它适当的填正负号，让它等于0。好，好，总算说清楚了。现在我们来第二部分。然后怎么给它适当的添加正负号呢？前面只是做了一些语言叙述工作，现在来正经的做这个题。添加正负号呢，如果你没有超人的洞察力呢，那么原则上我们使用归纳法来做。因为归纳法你要处理的东西还是只有新增的那一点点，这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如何构造？然后呢，我们用归纳法来构造，这样新增的东西是比较少的。然后原题对偶数成立嘛，对不对？然后4的时候是确实成立的 ，n 等于2的时候，你可以简单的检查一下 p123 加 p134 减 p124 减 p234 是等于0。这是 n 等于2的构造。然后我们设 n 等于 2m 的时候是对的。n 等于 2m 加20。那么就处理新增的这些家伙。新加的为3种东西，第一个叫做 p i 借 2m 加1，第二个叫做 p i 借 2m 加2，第三个叫做 p 借 2m 加1 2m 加2。这里 i 小于 j 小于等于 2m，就3种东西嘛。然后前面2个项是非常多的，因为它们是在 2m 个数中挑2个，最后一个只有 2m 项，它是起次要作用的。其实跟那个第2题差不多。那我们主要任务是要把前面2个东西调的差不多，几乎全抵消了，用最后一个东西来微调。好，现在怎么来凑这个式子？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些都是什么鬼玩意儿，写个大括号来分析。因为最后不用往上写啊，但是你这待会儿一些鬼话岂不是得写很多 ？p i 借 2m 加1这种型的东西，实际上可以分为3部分，一部分叫做 i 借，第二部分叫做借 2m 加1，第三部分叫做 2m 加 1i。加 2m 加 1i， 我们按标准格式把它替换成减 i 2m 加1，没问题吧？这2个东西没啥区别的。然后 p i 借 2m 加2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 i 介加上介 2m 加2减去 i 2m 加2，我直接用这个标准格式来写了。然后 p 介 2m 加1 2m 加2，这样来看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介 2m 加1这种形的东西， 2m 加1 2m 加2减去介 2m 加2，还是这种形的东西。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要把这个式子配平会得到什么东西。首先你注意到这个 2m 加1 2m 加2是第三种式子独有的，上面这两个家伙都没有这玩意儿。所以你要把这种项完全给它抵消掉，那么很明显这些项里面要一半正一半负。对吧？好，然后上面这两个家伙呢，上面这两个家伙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项，叫做 i 介，对吧？上面有一个13，则下面也只有下面这个地方能出现13，所以你立刻明白这里面出 pi 介 2m 加1这一项和 pi 介 2m 加2这一项一定是成相反号，所以上面你分析 i 介也可以分析出来。那么 pi 介 2m 加1必然是与 pi 介 2m 加2符号相反。然后你综合一下，基本上可以写出来这个式子。综合一下，这儿呢它一半正一半负，那么最容易想到就是前面取正号还是负号由介来决定。这里面呢你要和它相反，那么这个 2m 加1就是考虑量。然后这里面你要把这些东西抵消，那么自然的想到我要让它的正负号与 i 加介的奇偶性有关。所以综合来看呢，我应该取成负1的 i 加介加0或1倍的 pi 介 2m 加1，然后负1的 i 加介加0或1 pi 介 2m 加2，就我应该由这些东西来决定它的正负性。然后第三个是负1的介加0或1次方 p 介 2m 加1 2m 加2，看起来我这么写是比较合理的。然后这里面应该哪个取0或1呢？先把这个家伙定成0，然后再分析一下这两个家伙到底应该取0还是取1。哎，反正就4种情况吧，试一下算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经过一通调试之后呢，得到是这样的。试出来应该是有西格玛负1的 i 加介加1次方 pi 介 2m 加1加上西格玛负1的 i 加介次方 pi 介 2m 加2加上西格玛负1的介次方 p 介 2m 加1 2m 加2是等于0的。道理就是上面那一堆东西。这就是用归纳调试得到了一大堆东西，这是法一。然后如果你足够不要脸，你可以调试弄出这所有的东西之后，把它汇总成一个式子。我们说
有西格玛 i 小于 j 小于 k， 所有的 pi j k， 我们给它乘一个负1的 i 加 j 加 k 次方，这样算出来总和就等于0。解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只要出书，肯定解答是下面这玩意儿。只要出书解答肯定是下面这货。这是问题2，就是相当于进阶版。这种问题就是说，其实你比较简单的办法都是使用归纳法来观察它新增的项应该怎么处理哈。然后你要一次成型的话，你就试这种类似的式子也可以试出来，不算很难的问题。然后问题3呢？问题3都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其实这次伊朗说实话出的题偏易，远远没有17年的伊朗的题来的难易。17年的伊朗题我应该也讲过。但是比16年的，也不见得比16年难。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3啊。问题3就是一个小的调整性问题嘛。他说你在18乘18中要写1到 n， 然后要保证每行每列中任何2个数的差都大于等于2，这是主要要求。第二个有个次要要求，说1到 n 都得出现。主要要求基本上就已经限定死了，由2至 n 至少是35，这不是废话吗？也就是说你一行中要写18个数，2差大于等于2，所以这至少就需要35个数。然后你由1立刻可以看出来35是绝对不行的，这样的话你只能写1、3、5、7到35，任何偶数都不能出现在这个表中。由1至 n 不等于35，所以35的情况是比较容易排除的。我们主要来看一下36。若 n 等于36， n 等于36是有毛病的。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写有2的那一行，因为你写了一个2，如果你n 只取到36，其他的数跟它的2差都至少要大于等于2的话，那一行就只能写2、4、6、8到36，所以这一行只有偶数。然后呢，我们再把35拎出来嘛，写有35的那一列，那一列只能写1到36中的数，然后要写18个数，2差大于等于2，所以只能写1、3、5、7到35，所以那一列只有奇数。矛盾。你这一行一列总是要相交的嘛，相交那个地方写什么？所以36是不行的。那你肯定很容易猜啊，这么弱的要求，对吧？你要求那个2差大于等于2，那个用35个数就可以搞定了。然后都出现，36个数搞不定，37个数也差不多能搞定了。因为你留一点点余地，我塞几个没用的数进去还不容易吗？所以呢，我们下面就来塞 n 等于37的构造。这个构造也比较简单粗暴，就是我们拿一个显然合题的家伙稍作改动。显然我们最初写2、4、6、8到36，
468。10，然后一直到36、2，然后6、8、10，这样一直到24，啊，就这样的一个表显然是合体的。然后它的主要问题是1到37没有全出现，所以我们改进一下这张表。我们要把基数给它塞进去，所以第一行呢，我们就把它改成2468到34，然后最后一个数我给它加1，变成37。第二行呢，改成468，然后最后两个数36和2，我们改成37和1。对，因为你这个2是不能给它加1的，加1就变成3就跟4矛盾了。然后第三行呢，我们把这个68，然后改到这儿，改成37，然后后面两个数2和4，我们把它改成1和3，然后再往下一直这么改下去，最后一行就是从第一个数开始改，就是37、1357到33。注意，这张表是合乎2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行方向上来看，我们只是把每行的最大的数加1，最小的一些数减1，所以它们两差大于等于2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然后呢，在列方向上我们干的事儿也是一样的，我们把最大的数加1，最大的一些数加1，最小的一些数减1，所以两差大于等于2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表唯一的问题是36和35好像没有出现，对吧？所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数改成36。哎，真糟糕，这个橡皮擦还没法，只擦这么一点点。我们在原来填37的这个地方填一个36，这儿填36显然也合体，你观察这个行列。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填34了，我们填35。这显然也是合体的，检查一下，对吧？这样35和36就都出现了，就完事儿了。好，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小的调整嘛。然后最后我们说一下问题4。这个题做太容易做错了。他说你这是常为 n 的一个二进制字符串，然后呢，如果两个字符串只有一位不同呢，我们就说它是相邻的。然后最初我们标红 m 个，然后每次我们选一个跟两个标红的家伙相邻的家伙，我们把它也标红。然后最后呢，你要用这初始 m 个标红的字符串把最终的所有的字符串都标红。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背景，它实际上是非常有背景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把标红这个过程看作是生成叫做生成。然后呢 n 位的字符串我们就看作是 n 维。它实际上就是它就是问你用几个最初的字符串可以生成一个 n 维的东西，n 维球，n 维立方体应该叫。或者换一句话，就是初始给你这么多格，你最多可以生成一个多少维的立方体，这样处理起来会稍微简单一些。然后呢，它给你两个初始格的时候，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它给你两个初始格，那么很明显，比较理想的方法就是你在空间中把这两个家伙放的这么对角相邻，然后这两个家伙都相邻的跟它是1，那么画出来会是一个正方形。所以呢，最后你就生成了2维，那这是 m 等于2。那么你最后生成的结果呢，就是 n 等于2。然后主要就是 m 等于3的情况，错误理解非常多。初始两个格子呢，你还是放在这儿，然后各生成了一个2维的东西，就是这是 AB， 我们认为这是 CD 好了。然后主要就是第3个初始格应该怎么放？第3个初始格呢，如果你放在这个正方形的正上方，然后这样可以轻易的跟它生成一个正方体，但这不是最好的方案，因为你想想，你放在它正上方，你跟它是有一个维度相同的，但是你跟它这个维度也不同，还是可以得到正方体的这个东西。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第3个初始格，我们画框框的是初始格，第3个初始格也就是这个 E 格应该画在一个跟 B 有2个维度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话呢 ，E 跟 B 一起生成 B 正上方的这个格，叫做 B 一撇。然后这样，这个正方体仍然能正常生成。然后这个正方体与 E 不同的那个维度，然后又继续它们都与 E 反应，然后又生成了8个东西，所以最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4维的立方体。所以呢，3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可以生成一个4维立方体。然后再往下你要干的事儿，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4维立方体，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呢？下一步你应该选跟它有2个维度不同的一个家伙，然后用这个已有的4维立方体跟它发生反应，然后就变成了一个6维立方体。但是呢，大家又不是学这玩意儿的，你再往下这东西就没法说了。4维立方体怎么生成6维的，根本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原理上我们是知道的，就是说2是特殊情况，从2个家伙开始，每增加一个初始格，我们能多生成2个维度。
主要很多人的错误认识是认为一个初始格能生成一个维度，实际上是能生成2个。好，然后呢，我们说最小的 m 可以，最小的 m 等于2n上取整加1。第一部分，我们来说明这个 m 是足够的。正面这样说确实太累了，我们只用说明初始 m 个字符串，红字符串可以染红 n 等于那么就倒推，就是 2m 减2的情况。我们只需要证明，就是说，相当于我每增加一个初始字符串，你就可以多染红2个。然后如果你的 n 只是等于 2m 减3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强行少一维，这个反应就是我上面那些操作仍然能进行。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有利的条件，我只需要证明 n 等于 2m 减2的情况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归纳来着，不然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全员这个东西。我们初始 m 等于1的时候，显然11和00这2个家伙是红的，是足以推出来所有的前2位随便取都是红的。m 等于2的时候是对的。m 等于2的时候是对的，对 ，m 初始要等于2。然后设 m 等于 k 的时候是对的。m 等于 k 加1的时候，那么你选取这些方格，是的字符串，在其后加00，然后再选取一个字符串，叫做00000 2m， 那就是 2k 位了，2k 减2位，然后最后2位选11，就是原来的 m 等于 k 的时候的字符串我们全选，然后用它呢可以生成前面的这 2k 减2位，随便取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最后2位固定都是00，然后我再取最后一个那个字符串是跟他们差不多，然后只是最后2位是1，则前面干的事儿是差不多的。则那 k 个字符串就可以染红所有的前 2k 减2位随便取，最后2位都是红的，最后2位都是0，这样的家伙是红的。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个前面 2k 减2位都是0，最后2位是1的家伙，它也是红的。然后我们现在要用它来跟它反应。哎，这个反应还挺难写的。我们首先把前面 2k 减2位全是0的这个家伙找出来，然后它和这 2k 减2位也是0，然后最后2个家伙是1的这个家伙，它们反应到一起，可以把前面 2k 减2位全是0，后面2位随便取的家伙
都反映出来。对吧？这也是正常的反应，就是前面不管，后面两位我们随便操作。然后呢，我们就拿这个家伙和这个家伙反应，我们要得到一些，要逐步的把前面的一些东西变成1，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理了所有的00000，然后我们要逐步把它变成1。之后，这里面是00，这里面呢我们取一个10，我们选一个000，中间有某一位是1，这是 2k 减2位。然后呢，这是00000，这也是 2k 减2位。然后最后2位呢，他取00，他取10。然后这样他们也是只有差1、2位，所以经过这2位的反应，可以把这儿得到取任意值的家伙都得到。所以呢，他们2个是红的，就可以得到00000，然后这一位取1。00000，然后00，为了表示不一样，这应该取10。这样的一个家伙是红的。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和我们要用的这里面的一个东西来反应，我们把这儿弄成一个01。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它确实是红的，对吧？它符合这一类。它是一个类似，跟这个完全类似的结果，对。这个不是这样推出来的。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添加一个1，后面2位是问号这样的一个数，还是全是都是红的，用它们2个反应。这样也就是说，前面的所有0，我们可以在里面强行塞一个1进去，然后强行塞了一个1进去之后，用同样的手法还可以再塞一个1进去。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明，在另一个不同的位置，这个我们假定是第j位啊。那么在另一个不同的位置，这样也是可以的。0001第i位，这儿是1，然后这儿是00，最后2位取任意号，和00000，不小，这个也是红的。好，然后呢，我们把它们2个拿出来做比较，用你在第i位上是个1，然后在第j位上你是个0，然后最后2位随便取。这样的一个家伙呢，你和第i位上是个0，第j位上是个1，然后最后2位随便取。那么这样你只要把